每天一杯咖啡究竟是在疏通血管还是在堵塞血管？答案可能出乎意料。有些人说咖啡富含抗氧化物，可以保护心血管，也有人警告咖啡会升高胆固醇，增加中风风险。这杯晨间提神的饮料到底是健康守护者还是隐藏的杀手？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研究，咖啡的健康形象几经反转。1991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曾将咖啡列为可能致癌物，让许多人闻之色变。然而到了2016年，在分析了近1000项研究后，专家们推翻了旧结论，指出没有证据显示咖啡致癌，反而发现咖啡可能降低肝癌、子宫内膜癌等风险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咖啡毫无隐忧。专家们提醒，真正的危险往往藏在我们喝咖啡的方式里。事实上，适量而正确的喝咖啡确实有助健康。近年的大型研究显示，每天喝2到3杯咖啡的人，心血管疾病风险最低，甚至整体死亡率都比较低。无论是现煮咖啡、即溶咖啡，甚至无咖啡因咖啡，只要控制在适量，对心脏都有保护作用。一项长达10余年的追踪统计发现，相较不喝咖啡的人，每天2-3杯咖啡的人，心脏病发作与中风的风险降低了约20%。咖啡中的多酚、矿物质等成分还能帮助预防第2型糖尿病与失智症，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一些研究却发现喝错了咖啡可能让血液中的坏胆固醇直线飙升，带来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隐患。高胆固醇、高血脂正是中风和心肌梗塞的主因之一。如果我们喝的咖啡不知不觉在累积这些风险，那每天一杯咖啡当然可能从润滑血管的良药变成堵塞血管的毒药。那么到底哪些咖啡在堵血管呢？一位心脏科医师总结出了4大危险咖啡。这4种咖啡堪称血管杀手，经常饮用会让血管老化加速，血液变粘稠，中风风险节节攀升。而相对的，专家也指出了4种长寿咖啡的喝法。只要这样喝，咖啡不但不会伤身，反而能成为保护心脑血管的好帮手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揭晓这2个4重奏。第一种危险咖啡是未过滤咖啡，例如法式绿鸭壶、土耳其煮咖啡、意式浓缩等。你是否喜欢使用法鸭壶煮咖啡，享受那种醇厚口感，又或者热爱一小杯浓缩咖啡的强烈风味？这些看似纯粹无害的咖啡，其实隐藏着让胆固醇上升的祸根。咖啡豆中含有一类叫做二萜类的天然物质，包括咖啡醇和咖啡豆醇，它们都藏在咖啡的油脂里。如果冲煮咖啡时没有使用滤纸过滤，这些油脂就会跑进杯子，被我们一口口喝下肚。长期累积下来，咖啡醇会抑制肝脏回收胆固醇的功能，导致坏胆固醇 LDL 在血液中节节升高，同时还促进肝脏制造出更多胆固醇。结果就是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越来越高，逐渐在血管壁上形成粥状斑块，使动脉变窄变硬。一项针对挪威2万多人的长期研究就发现，不使用滤纸直接煮出的咖啡，比如法式绿鸭壶咖啡，喝得越多，血清胆固醇浓度就越高。每天喝3到5杯没有过滤的咖啡者，胆固醇水准显著高于其他人。其中男性若过量饮用意式浓缩咖啡，胆固醇上升尤其明显。研究人员甚至惊讶地发现，未过滤咖啡中的咖啡醇和咖啡豆醇浓度竟然比过滤咖啡高出将近30倍。难怪有些爱喝法鸭壶咖啡的人，体检时胆固醇总是居高不下。这种无形的咖啡油脂，就像在血管中埋下一颗颗胆固醇地雷，不动声色地阻碍着血液通路。想象一下，一杯看似纯粹醇香的手冲黑咖啡，如果没有滤纸过滤，其实漂着一层肉眼难见的油膜。您喝下的每一口都把那油膜里的生胆固醇分子送进血管，日积月累，坏胆固醇悄悄累积，血管内壁开始长出斑块，血流变得不顺畅。等到哪天斑块破裂形成血栓，可能就酿成中风或心肌梗塞的大祸。因此，医师警告，凡是没有用滤纸过滤的咖啡都可以算是危险咖啡。典型例子如土耳其煮咖啡、法式绿鸭壶咖啡、摩卡壶煮咖啡、
以及许多咖啡机直接萃取的意式浓缩。千万别以为只有加了糖和奶的咖啡才不健康，其实纯咖啡如果不过滤，一样可能让血管堵塞速度加快。第二种危险咖啡是3合1即溶咖啡，含质子末和糖。很多人为了方便，习惯每天早上来一包3合1咖啡粉，热水一冲，美味极享。然而，这种方便背后隐藏的健康风险远超出你的想象。3合1咖啡包装上虽然标榜奶香浓醇，但其实里头的奶精多半不含任何牛奶。奶精的学名是植脂末，主要成分是植物油精部分氢化处理后的粉末，再加上葡萄糖浆和酪蛋白等添加物。听到氢化植物油，了解营养的人可能立刻警觉。没错，氢化油最可怕之处就在于会产生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是公认的心血管杀手，进入人体后难以代谢，会在体内长期堆积。它不仅会大幅提高坏胆固醇，还会降低保护心脏的好胆固醇 HDL。 长期摄取反式脂肪极易导致血脂紊乱、动脉粥样硬化，增加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。有研究指出，每天摄入超过2克的反式脂肪，就会显著提升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而一小包3合1咖啡，往往就含有将近1克甚至更多的反式脂肪，再加上5到10克的糖分。试想，如果每天喝上几杯3合1，一年下来等于吞下数百包氢化油和好几公斤的糖。营养专家曾统计，长期每天1杯3合1咖啡的人，罹患高血脂的比例明显高于喝黑咖啡的人。更有甚者，有报道提到，有人连续1个月每天喝好几杯3合1，结果坏胆固醇飙升了40多个单位，血糖代谢也出了问题。植脂末中的某些添加物还可能干扰人体代谢，加速老化。可见这杯香甜方便的即溶咖啡其实是暗藏杀机的甜蜜毒药。如果您习惯在办公室午后泡一杯3合1当点心，或是家中长辈天天以3合1提神，务必要注意其中的反式脂肪和高糖危害，别让省事的习惯最终换来血管的堵塞。第三种危险咖啡是高糖高热量的花式咖啡，例如在浓缩咖啡中加入大量糖浆、牛奶或鲜奶油的饮品。现代年轻人爱喝的拿铁、卡布奇诺、焦糖、玛奇朵、摩卡等花式咖啡，其实对心血管的威胁一点也不输3合1。这些饮料通常含有大量糖浆、全脂牛奶甚至鲜奶油，一杯的热量动辄300-400大卡，相当于一大碗白饭。其中的含糖量更是惊人，一杯中等大小约500毫升的焦糖拿铁，糖含量常常超过50克，等于10几颗方糖。有调查发现，某连锁咖啡的大杯太妃拿铁含糖高达73克，这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对成人每日25至35克糖摄取量的建议上限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喝下一杯这样的甜咖啡，就等于一天的糖分超标。当我们摄入这么多糖，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会急剧上升，迫使胰岛素大量分泌来降低血糖。然而，过多的糖分很快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储存，不仅引发肥胖，还常常伴随高三酸甘油酯、高血脂的问题。高血糖还会破坏血管内皮，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。更别提这些花式咖啡里的全脂奶和鲜奶油，又贡献了不少饱和脂肪，推升胆固醇。可以说，一杯看似时尚美味的香甜咖啡饮品，其实同时含有高糖加高脂肪。两颗地雷，一方面是血糖飙升，导致血液粘稠，另一方面坏胆固醇也在增加，双重打击让心血管不堪重负。医师形容，经常饮用高热量含糖咖啡，血液会越喝越粘稠，就像糖浆在血管中流淌，极容易附着在血管壁形成斑块。一旦斑块堵塞血管或脱落形成血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前阵子就有一位酷爱每日一杯鲜奶油冰咖啡的年轻人，年仅30多岁，却被诊断出动脉硬化。医生发现他的血液检验中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双双超标，这和他长期把咖啡当甜点喝不无关系。由此可见，那些美味诱人的新冰乐、特调拿铁，真的是在透支您的血管健康。千万不要每天把含糖咖啡当水喝，否则恐怕年纪轻轻就为心脑埋下定时炸弹。第四种危险咖啡是所谓的防弹咖啡，这类超高脂肪咖啡近年来
一种声称能减肥、强力提神的咖啡饮法风靡一时，那就是在黑咖啡中加入大量奶油和椰子油的防弹咖啡。原本防弹咖啡是生酮饮食圈的产物，用高脂肪取代碳水化合物，迫使身体燃烧脂肪来达到减重效果。然而，许多人并未配合严格的低碳水饮食，只是单纯在早餐咖啡里加了2大匙油脂，结果反而弄巧成拙。曾有一位40多岁的工程师尝试每天早餐只喝防弹咖啡，不吃其他东西。1个月后，他的体重不减反增，体检发现血液中的坏胆固醇远远超出正常值。医生指出，防弹咖啡属于超高脂饮品，以一杯约240毫升的黑咖啡，加上1大匙无盐奶油和1大匙椰子油为例，其脂肪含量高达25克，其中饱和脂肪约18到19克，几乎占了一天建议饱和脂肪摄取量的全部。每天早上空腹灌下这样一杯油咖啡，短时间内血液中的乳糜微粒激增，油脂在血管中奔流，久而久之，低密度胆固醇大幅飙升，让动脉硬化风险猛增。有营养师提醒，如果并未严格控制饮食中的碳水，却天天喝防弹咖啡，等于是额外摄入过量的脂肪，这些多余热量最后只会储存为体脂，反而容易发胖。而对于本身就有高胆固醇或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来说，长期饮用防弹咖啡更是极其危险，可能加速血管阻塞。有报告指出，某些跟风喝防弹咖啡减肥的人抽血发现，短短几个月内总胆固醇上升了3成以上，坏胆固醇更是暴涨接近5成，减重不成反伤健康，实在得不偿失。因此，除非在专业医师或营养师指导下作为特殊饮食疗法，否则一般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拿咖啡当油喝。每天早上一杯优质黑咖啡固然对健康有益，但一杯黑咖啡里加满奶油和油脂，性质就完全变了。那些多余的油脂如果没有被及时消耗掉，就会老老实实的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，长此以往，血管内腔变窄，血流不顺，严重时一步步走向心梗、中风的危机。说完了咖啡4大恶人，难道我们就此对咖啡敬而远之吗？其实不然，正如俗话所说，扬长避短，咖啡若喝得其法，就是天然的长寿饮品。医生指出，只要避开上述雷区，改用科学的方式来享用咖啡，便能品味咖啡香醇的同时，获得保护心血管的益处。以下4种喝咖啡的长寿秘方，就是专家给出的宝贵建议。第一种长寿咖啡是使用滤纸过滤的纯黑咖啡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也是一劳永逸去除咖啡有害成分的小技巧。正如前面所说，咖啡中的油脂会使胆固醇升高，不过庆幸的是，只需一张小小的滤纸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咖啡滤纸纤维紧密，能够拦截大部分咖啡油脂，让有害的咖啡醇和咖啡豆醇留在滤纸上，只有芳香的咖啡液穿过。多项研究都证实了过滤的好处。一项对比研究显示，未过滤咖啡的二萜类含量是过滤咖啡的数十倍，但经过滤纸后，这些生胆固醇分子大部分都被挡在纸上。难怪研究者得出结论，过滤咖啡比不喝咖啡更健康。有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，每天喝1到4杯过滤咖啡的人，死亡率比不喝咖啡的人低不少。其中，男性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约 12%， 女性降低约 20%。 这归功于咖啡本身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发挥作用，例如绿原酸和多酚可以抗发炎、抗氧化，预防血栓形成，加上适量咖啡因能提升新陈代谢，整体而言对心血管是有益的。甚至有医师亲身实验，他原本胆固醇有点偏高，但其他饮食生活习惯都很健康，于是怀疑每天的咖啡出了问题。后来他决定不改变其他任何习惯，只是在冲煮咖啡时改用滤纸滤除残渣和油脂。短短1个月后，他的坏胆固醇从原本超标的水平下降了10毫克 DL 左右，顺利脱离了红字警戒。这个亲身经历充分证明，用滤纸过滤咖啡是降低胆固醇的有效方法。对于中老年人或本身胆固醇偏高的人而言，更应该养成喝手冲滤挂咖啡或滴漏式咖啡的习惯。千万别贪图方便直接喝煮沸未滤的浊咖啡，别小看换一种冲泡方式，长年累月下来，对血管健康的影响可说天壤之别。
第二种长寿咖啡是减糖少奶的原味咖啡。很多人觉得黑咖啡太苦，总喜欢加很多糖和奶精调味，但从养生角度看，咖啡还是原汁原味最健康。纯黑咖啡本身零糖分，热量几乎为零，也不含胆固醇，只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配料，咖啡其实是一种相当纯净的天然饮品。习惯纯咖啡的人甚至能品出咖啡豆本身的香气与微甘，非常享受。不妨给自己的味蕾一个机会，尝试慢慢减少咖啡里的糖。您可以先从微糖开始，逐渐过渡到无糖。其实人的味觉是会适应的，熬过最初那1-2周之后，您会发现不加糖的咖啡也没那么难喝，甚至能喝出以往被糖盖住的丰富层次风味。如果实在无法完全不加，可以选择少量低脂牛奶或植物奶来调和苦味，比如加一点温热牛奶变成欧蕾咖啡，或加入燕麦奶、杏仁奶等，都比奶精健康得多。牛奶中的钙有助于降血压、护心，而植物奶不含胆固醇，对控制血脂更有利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即使要加奶也请适量，不要把咖啡泡成牛奶糖水，控制糖量才是关键，尽量不要额外加糖。若一定要加，也请控制在1小时以内，切忌额外再加什么香草、糖浆、焦糖酱，否则等于前功尽弃。总之，想让咖啡真正变成健康良友，就要学会欣赏它本身微苦而悠长的滋味，而不是过度依赖糖分带来的短暂快感。第三种长寿咖啡是掌握黄金摄取量的适度咖啡。再好的东西都讲究适量，咖啡也是一样。研究显示，咖啡对人体健康的效应呈现到 U 字形曲线，也就是说，不喝或只喝很少咖啡的人，健康状况不及适量饮用者，而喝得过多又会开始产生反效果。那么，所谓黄金咖啡摄取量是多少呢？综合多项权威研究，专家建议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宜超过300毫克，换算成一般咖啡约2到3杯，约400到500毫升为宜。在这个量范围内，大多数人可以从咖啡中获益，例如心血管风险降低、新陈代谢改善等等。然而，一旦超过这个量，咖啡的好处不会再增加，反而可能因咖啡因过量而出现弊端。比如，每天喝到5-6杯以上的人，交感神经长期受到刺激，可能导致血压偏高、心跳加快、睡眠品质下降。长期睡眠不足本身又是中风与心脏病的危险因素。如此一来，咖啡的益处就被抵消，甚至转为坏处。有研究指出，每日摄入超过4杯咖啡的人，中风的相对风险会增加约30%。因此切记，喝咖啡并非愈多愈好。一般来说，每天1到3杯是比较理想的范围。如果平常不常喝咖啡，更不要一时兴起暴饮，以为能一次补足。医师特别提醒，从不喝咖啡的人，若突然在短时间内喝下好几杯浓咖啡，血压可能剧烈波动，反而有诱发中风的危险。对于平日习惯喝3合1或含糖咖啡的人，也别忘了计算其中咖啡的实际含量，以免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咖啡因。适度原则说来简单，做起来却需要自律。当我们工作繁忙时，很容易一杯接一杯续杯，但身体不会骗人。当心悸、肠胃不适、焦躁失眠找上门时，就该当心是否咖啡过量在作祟。聪明的做法是控制总量，并尽量分散在白天时段享用，而不是几杯叠加在短时间内灌下。只要守住这条红线，咖啡带来的将都是注意而非负担。第4种长寿咖啡是讲究时间与巧搭配的咖啡饮用法。除了分量，什么时候喝也会影响咖啡对健康的作用。专家建议早上不要空腹喝咖啡。当起床时，人体处于脱水且胃酸分泌较多的状态，此时空腹饮用咖啡容易刺激肠胃，引发胃痛或胃食道逆流。同时，清晨体内皮质醇本就处于高峰，空腹摄入咖啡因可能让应激反应过强，导致血压飙高、心跳加速。所以，比较好的做法是先吃点早餐垫垫胃，待身体运转开后，再来一杯咖啡提神。很多上班族喜欢一到公司就抱着大杯美式，其实改成早餐后9点到11点间喝，提神效果会更温和持久，对胃也友好得多。除了晨间，午后适当喝咖啡也有益振奋精神和加速代谢，不过晚上就不宜再喝了。
一般建议睡前至少6小时内不要摄取咖啡因，所以下午3点之后最好就节制咖啡，以免影响夜间睡眠。睡眠不足会干扰血压和血糖的控制，长远看不利于心脑血管健康。最后再分享一个小撇步，给咖啡加点料，可以让它更养生。这里说的料不是糖或奶油，而是天然的香料。比方说在咖啡里加一小撮肉桂粉。肉桂是一种广受研究关注的香料，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，能帮助稳定血糖，还有轻微降低血压的效果，因此被称为天然的降血糖药与降压药。在热腾腾的黑咖啡里撒入少许肉桂粉，不仅能增添一丝微甜的香气，让咖啡风味更有层次，而且让这杯咖啡多了一重保健功效。其实这个搭配古人早有心得，比如中东地区的人煮咖啡常会加入肉桂或豆蔻调味，也许无心插柳，却降低了咖啡对身体的刺激。除了肉桂，您还可以尝试在咖啡杯里放入一小块黑巧克力、苦甜巧克力，让它慢慢融化。黑巧克力富含黄酮类抗氧化物质，有益心脏健康，而且微微的苦甜。巧克力香气可以替代部分糖分，一点点巧思，就能让您的咖啡既美味又养生。当然，前提是不要额外加糖，把热量飙上去。总的原则是，咖啡要纯，时间要对，适量饮用，加料讲究。如此一来，一杯平凡的咖啡也能摇身一变，成为健康的长寿饮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每天一杯咖啡究竟是中风凶手还是养生秘方？答案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咖啡本身并非洪水猛兽，也不是灵丹妙药，它更像一把双刃剑。喝对了，它可以成为保护心血管的好伙伴；喝错了，它也可能变成伤害健康的隐形杀手。当您避开了那4大危险咖啡，而选择了上述4种长寿咖啡的生活习惯，那么每天一杯咖啡不仅无害，反而会成为您迈向长寿的助力。想象清晨一杯热腾腾的过滤黑咖啡捧在手中，微苦而芳醇的滋味滑入口中，您不仅收获了精神的唤醒，也在默默为血管注入健康能量。让我们善待每一天的咖啡，让咖啡也善待我们的健康。如此一来，每天一杯咖啡带给您的就不再是中风的阴影，而是长长久久的活力与安心。现在就问问自己，您喝的咖啡喝对了吗？